So when I very stressed, right, which is like now, right, my crunch time, like OT, then I shop a lot. Like every day I will like buy like impulsive spending. 他们都乱花钱，然后到月底的时候，他们没有钱去吃饭了，然后需要靠那个杯面快煮面去生活啊。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花钱不节制，是真的吗？包包，牙包包，包包跟衣服啊，呀，名牌的。可能一年会买多少个？很多个，他很多，他有钱，我没有钱，很多个，more than 10 probably. Oh my god！ 我通常花很多钱在酒，喝酒还有买branded 咯。branded 买什么 branded 的东西？那种 LV 啊、Dior 这种。一般都买什么？买衣服、买表，买 wallet 啊。对。都花了多少钱？哇，真的算不到哎，有5 digit 吧。华侨银行去年11月公布的财务健康指数显示，越来越多20多岁的新加坡年轻人花钱超过自己的能力，常为了合群、及时享乐而消费。这类消费的比例从2023年的19%蹿升到2024年的27%。参加调查的年轻人中，41%也表示他们常常冲动消费，如网购或购买演唱会门票等等。演唱会就是我可能一年就去1到2次吧。我买过 Seventeen 的，他们今年好像是1月份还是2月份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然后我买了 VIP 的票，然后我那个票应该是花了2000多。吃饭吧，经常冲动的就冲去花，就是我们那天下班很累，然后就冲去那个 Dempsey 那边吃，2个人吃了200块左右，所以就是但很开心，很好吃。Recently, I impulse bought a guitar. A guitar? Yeah. How much is it and why do you buy the guitar? It was about $600 in total, including the amplifier. It's an electric guitar. Yeah, and I bought it because I heard a song and I thought it sounded nice, so I decided to buy it. Loud budgeting is a new concept I'm introducing for 2024. It's the opposite of quiet luxury. It's not I don't have enough, it's I don't want to spend. How are you loud budgeting in 2024? So this year I've actually decided to just quit my gym membership to save money. I'm not buying coffees this year. Yeah, I'm going to try not buy any coffees out. 你听过 loud budgeting 吗？美国网红 Lucas Battle 在去年年初提出这个大声省钱的理念，呼吁年轻人按照自己的需求理性规划开销，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过度花费。本地似乎也有不少年轻人受到影响，选择更节约的生活方式。根据去年11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我国的 Z 世代消费者是懂得精打细算的。74%的年轻人在购物时会参考不同网购平台和实体店，以寻找最划算的商品。可能会来看 Shopee 还是看 Lazada 还是哪里比较便宜，还是哪里有 discount， then 就会 prefer 去买那些比较有 discount 的。会，而且会去不同的店来对比这个价格的差距有多少。最省的东西可能是日用品吧，就好像我们用的沐浴露啊、洗发水，你如果有仔细的观察，还有遇到在他们有那种节假日或者有 discount 的时候去购买的话，其实能省下来的费用其实蛮大的，差不多38%。上班之后就是花钱会比较算一下，之前就是看到就会买，现在就可能去 JB 看一下，然后比较划算，然后就会在 JB 买。我是蛮会省的。假如讲我要买一个表 ，maybe 它是750块，对吧？如果我有7500在身上，我可以买10个了嘛，我就会买1个咯。You try and control what you eat the next day, not spend so yeah, much. correct. Yeah, like you snack lesser, eat lesser, or like instead of taking Grab, maybe you take MRT, that kind of thing. Like you try to find ways to save. 是和可能他们的消费心理有关，就是虽然他们对于价格这些方面是比较敏感，但是同时他们也是会想要可能就是享受一下啊，或者
让自己开心一点。就是我虽然是想花费享受，但是我们也会找一个最合理、最合格的价格去做这个消费。较年轻的一些消费者，他们比较少是那些必须花费一些费用，就可能账单啊或者水电费等等。他们其实大多数是付着可能本身的一些花费，他们可能就有更多的一些零花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可能去看演唱会或者出国。其实我们不一定只需要看到这个省小钱花大钱的这个动作，我们也需要看他们是否是有入不敷出。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是非常理智的在消费的话，他们也许每个月也是有一定的存款，这其实不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有。Have I separate my savings and my spendings? Yeah. Then how long does this fund? How long can this fund last you? Maybe 3 months, 4 months, that kind, half a year 了。几个月啊？ Yeah, 几个月吧。Emergency fund 是有的，这些在自己的银行一个小户头会存放一些 emergency fund。现在吗？可能离我的目标还有70%的路需要走 ，maybe 30%。那你的目标是多少？应该至少都要有1 million 吧。就是我现在有一小笔 emergency fund， 就是其实也不是很多，可能5000左右吧。因为我们是要自己租房子，所以大概for me 就是30%是在租房上面，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就月光了。就是因为我们不是 local， 租房的钱没有办法省下来。如果能够省下这租房钱，应该可以存下多过1000、2000这样。因为我们建议年轻人呢，50%、30%、20%的一个计划，一个 budget。50% 就是for 他们自己的那个necessities，就是说好像还水电费之类等等的。那30%呢，就是 for 他们的 wants， 就是说他们就是要去旅行啦吃比较好的啦这等等。那最后20%呢，就是自己的 savings， 还有多余的钱呢就可以慢慢的去投资。这些储蓄呢 ，OK， 慢慢的会累积。那你从这些储蓄就会有计划自己以后未来的那个 retirement。And 从这些储蓄呢it's actually 我们 best to actually set aside a little bit of money to 投资 so that we can benefit from the power of compounding。所以越早他们开始越好。